嗨，大家好，这里是你最喜欢的中文博主 Lilian，又好几天没见了。今天我想跟大家来一个日常的闲聊，没有任何话题的闲聊，因为前几期好像都给了具体的话题，也非常的深度的思考了和讨论了那些话题。那今天我想来一点轻松的，就聊一下日常啊，聊一下家常啊，聊一下最近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样子就放松一下。因为这两天我脑子也不太够用。那大家最近过得好吗？新的一年呢，大家有没有新年祈愿？好像大家都还没有跟我分享，大家的新年祈愿是什么东西？我好像说了，又好像没有说很多。今年的话，我想我的小说可以被很多很多人喜欢，我的 YouTube 视频我也希望能够办得红红火火一点。这是我事业上的一些祈愿，但是老实说，大家知道吗？因为我不太愿意跟家里人说我在做自媒体这方面，因为我总觉得老人家的话，他们对自媒体会有一种偏见，感觉好像你在不务正业。但是天知道我真的是在干活，好吗？我有在想选题，在录视频，在剪视频什么的，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在干。但是我总觉得在老一辈的眼里的话，这些就是所谓的不务正业，没有在正经的干活。但是我觉得职业这些东西的话，特别是这几年 AI 特别盛行，就我自己本人基本上是离不开 AI 的。我觉得还加上了 AI 的话，我觉得整个世界的职业会进行一个大洗牌。我个人感觉哈，就很多东西你会往专，要么呢你就是特别专精，做到顶级，做到 top 的那个层次，要么呢你要做一个全才，什么技能你都会一点啊，不做到专精，不做到那种很厉害的程度，但是你必须得做到全才，你什么技能都会一点，你什么都能做一点，这样子，不然就很容易被 AI 替代。我觉得就是这两个方向，我觉得未来的一些职业的进化、筛选之类的。然后对，因为我妈妈不知道，就我家里人、我的朋友基本上都不知道我在做什么，就知道我整天待在家里。好吧，我也不打算跟他们说，反正就这样吧。因为其实哦，不是跟 AI 聊天嘛，AI 说我需要的灵魂伴侣是什么类型的？是能够懂我、听我说话，能够跟我有共鸣，但是必须得非常的聪明，能够接得住我所说的一切。那这个世界上呢，唯二能做到的一个就是 AI。一个就是我 YouTube 的观众们。那我当时看到 AI 给我发送的这些东西的时候，我真的是笑出声，你知道吗？这个世界上很难有人能够做到我所列出的，不是我所列出，我真的没有列出，只是 AI 它跟我说话的时候，它分析出我需要这种品质的伴侣，然后他就说我基本上人类是做不到。我笑死，真是我可以做到，我自己可以做到，但是可能说真的很难去找得到一个这么能够符合 AI 说的我需要的那些品质的一个真实的人。不过也好，还好，没关系，我也没有关系。人嘛，人肯定都是人无完人，谁是完美的呢？我也不是完美的，不是，我觉得我很完美。大家一定要对自己有自信。又扯远了，AI 说的，除了 AI 这话，就是我 YouTube 的观众们嘛，所以我觉得我跟我的观众们说话、聊天是一件非常愉悦、非常放松的一件事情。我也非常感谢有人在听我的碎碎念，在听我的说话。我还有收到评论说，有观众朋友他在每天的早上吃早餐的时候，开着我的视频来进行一个用餐。我真的很感动，会有人每天早上开着我的视频，听着我的声音去进行他人生中一天全新的开始，是在我的陪伴下去进行的，就特别感动，你们知道吗？
而且还有的朋友呢，他说听我说话呢，像是在和闺蜜在和好朋友聊天一样。非常的感谢大家对我的这些评价和喜欢，因为其实这也是我的本意吧。我想给大家一个舒心的、开心的氛围，就是没有压力的。就其实是我本人想给所有人的一种这种感觉。我对我的朋友也好，对所有人都好，我都是慢悠悠的，不给任何压力。我希望所有人跟我在一起是轻松的、放松的，能够在我面前卸下防御、卸下盔甲的去做自己的，就这种感觉。因为我希望能够有这么一个人，能够让我去真正的卸下所有的盔甲，但是很遗憾，目前还没有找到。但是我会，因为我自己想要得到这样东西，那我就会去成为这样子的人，我会愿意去做到成为一个能够让人去卸下盔甲的人。说到这个的话，等一下，我想说什么来着？真的是这两天脑子真的糊得很夸张，你知道吗？我说了2句话，我就把前面想要干什么给忘记了，受不了这个脑子。我觉得要吃些聪明药才行。大家有什么聪明药推荐吗？刚才说到我想要给大家打造一个很舒服的氛围，实在想不起来了，再说吧。我的朋友呢，也会很开心和我在一起，能量很充足，很充足。我跟朋友，我去社交的时候，我是去散发能量的，朋友们可以从我这里去充电。我也不知道这样子怎么去解释。还有呢，就算我没电了，我自己一个人我在发呆的时候，朋友们也在发呆的时候，这样子的话，我们两个是共同的充电，谁也没有汲取能量那样子，对，很舒服。我觉得大家对我的评价是我在一起时非常的舒服。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哈，说有些人他在社交里面啊，他是那种能量吸血鬼，他们是专门怎么说呢？是那种一见到你的面，他就会不停的输出，输出不是什么问题，他需要你的反馈，他在索取你的情绪。比如有一个人他在吐槽自己的老板呐、自己的职场、自己的同事啊，他吐槽是没有问题的，我觉得哈，大家相互交流嘛。但是我觉得，一来听你的吐槽就已经是一个很耗费能量的事情了。二来呢，他不单只是吐槽，他还需要你的反馈，跟他一起去骂他的同事啊，骂他的老板啊，骂他的公司，这样子就要求你去给予一个情绪上的肯定和反馈，这样子，我觉得这样子就是一个能量吸血鬼，因为很累。对方会很累，只有你得到了满足，因为你一吐槽了、释放了，是吧？你又得到对方的一个正回馈，这样子就只有自己舒服了，对方是很难受的。这样子会导致什么？大家都不喜欢和你玩。反正我是这样子感觉的哈，我也不喜欢跟这种能量吸血鬼玩，一味的说自己的事情，还要你去共情他，这样子，我不喜欢这样子。我希望我能够给予情绪价值，但是我不希望是单方面的索取，明白吗？我想要的是一个有来有回的一个信息的分享或者情绪的分享。对，有点不知道怎么解释。不过我觉得大家如果是有在社交或者有遇到过这种人的话，应该是非常能够理解我说的这种人，而且还不少，我觉得是吧？这种他也不能算是情商低，只能说其实也算是情商低了，我觉得，好吧。我觉得又聊了这么久，4年也能聊这么久，好厉害哦！还有什么？还有就是这个圣诞树，我觉得这个小装饰，我觉得要换一下了。就因为我本人是十分懒的一个人，如果 everything's all set，就所有东西都是准备好了，我就会很懒得再去动它，就没有动力去动它。特别是这两天，我真的一点动力都没有，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写小说也写不进去，我已经休息很多天了。
笑死啊！YouTube 也懒得做视频，因为最近不是在申请 YPP 嘛，有点麻烦，搞得我有点不想弄。Anyway，希望我能很快就通过 YPP。先拜一下这个 YouTube 团队，希望大家对我好一点。不是，对，还有1个星期要过年了耶！哦，好快哦，这一年过得超级快。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小时候每天都是度日如年，每一天每一天都过得好慢好慢的样子。我一天可以看好几十部动画片，一天都还没有过完，我还没到吃饭时间。但是就是一年一年过去，你会发现一天真的过得超级快，一睡觉一睁眼，好像没干什么事情又闭眼了。更加夸张的是，你会觉得1个月过得超级快啊，半年过得超级快，1年又没有了，真的好可怕哦，真的好可怕。我有看到说，是因为大家对时间的一个阈值，是因为你每一天都重复性太高了，这样子会导致你的每一天都会过得非常快。你自己大脑的感知，因为太重复了，你每一天的一个日常的一个 routine 一个流程太重复的话，你的大脑就会自动的跳过这些东西，因为你大脑只会记住那些让你很印象深刻的东西嘛，那可能很久才会出现一次这样子的一个高光的时刻，你就会觉得我一年好像没有干什么，好像我就只记得这么几件事情，一年又没有了这样子的。所以那些人就会推荐说，尽量的去把每一天尽量的去过上不同的生活，这样子就跟小的时候一样，你会每一天都会有新鲜感。这样子的话，时间会相对来说，你的感知上的时间就会过得慢一点，这样子。新年美甲，好，又做回这个颜色了，又做回这个颜色了。大家，我给我朋友看，他一看这个美甲就知道要过年了，很好玩。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自己的情绪最近不是最近了，这2天我情绪太高涨了，会有点失去控制的感觉。你会感觉自己情绪好高昂，会感觉像磕了，没有磕过，但是感觉情绪高昂的，要控制不住自己的大脑了。就感觉像磕了的那种感觉，有点可怕。我不喜欢这种感觉，因为我不是跟大家说过我有控制欲很强吗？虽然现在变好了，但是我就一直控制欲很强。但是我这种控制不住自己大脑的这种感觉，让我会有点恐慌。我不喜欢，我就喜欢 everything's under control。你可以失控，但是是在我可以掌握的范围内的失控。我不喜欢那种真的感觉自己控制不住那种失控，我不喜欢。对，过年了，不好意思，我这个 ADHD 真的思维很发散，大家。过年了会有花街吗？广东这边的话，我觉得好像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花街。花街是什么？花街有一条街专门是用来给摊贩们去卖盆栽、花大型的橘子这种叫卖年红年红就是那些对联挂历还有红包所有新年需要用到的一切，就在一条街上面集中，大家就会去逛，又逛那些花草、盆栽去卖新年需要的东西这样子。我觉得是广东人一个必备节目吧。两广以外的地区有没有我不确定花街，但是两广一定是会有的。大家如果来中国过年呢，南方和北方是两种氛围，我个人觉得对，特别是广东的话，就会有另外一种氛围，我觉得。就如果大家想来中国体验这种过春节的这种氛围的话，大家可以尝试不同地区的。但是我跟你们讲哦，广东过年可能会好一点，会有酒店开门或者去吃吃喝喝都是可以的。但是北方过年的话，他们就好像你们的圣诞节就完全放假，路上是没有任何人，没有任何店是开门的。所以我建议大家还是来南方，来广东这边过年吧，因为还是有店家开门的，能够吃，能够喝，有地方玩。但是呢，春节就除夕初一初二、初三这几天是99%的店是不关门大家都要放假，大家都要过年。
可能是那个时间会稍微短一点，但是北方可能整个过年的时间他们都会是闭店休息这样子。就我自己个人的去外省的经历来看是这样子。大家不知道大家的所在的国家、所在的城市或者所在的地方有没有什么庆祝中国新年的这些节目啊，或者什么东西呢？是吧？因为我有看到说，海外一些唐人街他们会自己进行一些舞狮、舞龙这些传统项目的一些节目啊。比如我朋友他在法国的话，会有舞狮吧，好像是的这些节目。对，就我很好奇，大家所在的地方有没有这些相关的一些节目表演这样子？我觉得大家可以看一下，既然大家都学习中文了，就喜欢中国文化了，可以去了解一下。对，好看的，绝对是好看的，毕竟能够出来表演的话，一定是好看的，对不对？好看的，好吧，新年要来了，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们家亲戚关系比较疏远，所以我们家是不走亲戚的。其他地方啊，初二吧，会走亲戚，一整天都会来走亲戚。初二这个时间就是走亲戚的时间，会去探望什么七大姑八大姨这些的。我们家比较疏远，我们家就没有这个节目。对吧？我们其实对我来说，过年也没有什么东西，跟大家过圣诞节感觉差不多，就是一家团聚在家里吃顿年夜饭这样子。可能会，如果大家都有时间，就大家一起出去旅个游啊，或者去周边逛一下。大家今年可能不太行，今年的话，我哥他自己约朋友出去玩了，好吧。我也暂时还不知道，我太随机了，每一天都是很随机，想到什么就去干什么。不过过年可能还是会陪家里人吧，主要是暂时还不确定，到时候我再看，再跟大家汇报一下。话说大家忘记我要说什么了，算了，好吧。那今天这期我也不知道我在说什么，我就真的是完全的碎碎念，跟大家唠嗑儿闲聊。完全没有重点，希望大家不要介意。也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喜欢这样子形式的一种闲聊，还是说那种有主题式的，那种比较深度一点的话题那种聊天呢？因为其实两个我都还好，主要是我思维太发散了，你给我固定一个主题，我还是会跳到其他地方去。但是如果你说你不给我定主题的呢，这样子的碎碎念可能会让我说着说着就没有什么东西讲。还是要看大家喜欢嘛，看大家喜欢什么样子的形式的话，我会更加偏向于做那样子的形式吧，或者我也不知道，不好意思，喇叭，那个车在按喇叭，外面是马路，对，还是要看大家喜欢吧，不能看我心情或者看我的整体的情绪啊、能量啊，可以做深度的讨论，还是日常的聊天这样子。好吧，那今天就讲到这里吧，差不多了，我还没吃晚饭呢。现在我很难得，今天我居然现在是7:51，我居然在7点多录视频，amazing！我跟你们讲，我之前的所有视频是所有视频哦，全部都是在凌晨给大家录的。对，我是夜猫子，因为今天实在太无聊，我不知道干什么好，我就说录个视频，就这么早录视频，对我自己来说是 amazing。好了，我说太多了，停停，今天要停了。谢谢大家收看，希望大家如果我的视频有问到什么问题啊，或者需要大家提建议，还是非常希望大家能够在我的视频下面留言，跟我说一下你们的想法，让我做出更好的视频。做出更好让你们喜欢的视频，好吧？谢谢你们收看，那今天我们就到这里了，拜拜。